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大年30，全家欢聚，在丰盛的年夜饭桌上，我那70高龄的老母亲突然提出了分家的事。她手头2套房产，毫不犹豫地分给了我那2个兄弟，而她的20万积蓄也直接交到了他唯一的孙子手中。他的2个儿媳和1个孙媳妇，每人分配了1个大金镯子，而作为他的女儿，我却连根毛都没看到。在所有财物分配完毕后，他最终宣布让我给他养老。哼，这真是个好主意！我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，一挥手，直接将那满载佳肴的年夜饭桌掀了个底朝天。我端上最后一道佳肴，摆满了整张餐桌。这时，母亲取出一个鲜艳的大红纸袋，上面醒目的黄金珠宝 logo 熠熠生辉。她从袋中拿出3个精致的首饰盒，每个盒子里都装着一只熠熠生辉的纯金手镯，多么耀眼啊！金光闪闪，几乎让人目不暇接。母亲润了润嗓子，温声说：“新年将至，你们都辛苦了，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新年礼物。”话落，她将那些金手镯分别递给了我嫂子、弟媳以及侄媳。对于这一切，我早有预料，所以只是静静地摆放好酒杯和饮料。随着谢谢妈、谢谢奶奶的温馨话语，母亲的脸庞如盛开的菊花般灿烂。她满怀喜悦地继续宣布：“我70岁了，今天想把手中的财产做个安排。”所有人立刻坐直身体，聚精会神地倾听。母亲清晰地说：“我有2套房产和20万存款，2套房子，你们2个儿子各分1套，20万存款就给大孙子。”太好了！众人齐声欢呼，掌声雷动。我站在一旁，心如止水，却没想到母亲接下来的话直接提到了我。财产分配完毕后，母亲指向我说：“以后我就由阿玉来照顾，过了年我就去阿玉家住。”弟弟立刻表示赞同。确实，妈和姐最亲了，他们一起住肯定更方便，更有照应。大哥也忙不迭地附和：“对，妈每个月还有2000块的退休金，姐其实也不吃亏。”众人都笑盈盈地看着我，似乎我真的捡了个大便宜。我猛地站起身，解下围裙，重重地甩在一旁的凳子上。既然这么好，那你们怎么不养？我可不要！母亲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斥责道：“阿玉，大过年的，你别无理取闹！无理取闹！那好，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我到底能无理到什么程度。”在这个家里，我从小到大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被明码标价，而大哥和弟弟所得到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。我曾想过，即使牺牲自己的小家庭，也要尽到为人子女的孝道，但我没想到母亲会如此急切地分配房产，更没想到她会提出到我家养老。这真是一盘精明的算计，看来他是不榨干我最后一滴血誓不罢休了。他们一个个都以为我傻，把我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。好啊，今天我就让他们看看我这个傻子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我毫不犹豫地端起面前那盘金黄的鸡翅，狠狠地砸向地面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盘子碎裂，鸡翅散落一地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空气中弥漫着惊愕与沉默。母亲颤抖着站起来，愤怒地指着我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”“疯了！”我冷笑，再次端起一盘土豆丝，慢慢地倾斜盘子，看着土豆丝一根根滑落到地上，然后我用力一甩，啪的一声，盘子应声而碎。紧接着，
我迅速将桌上的菜肴、碟盘、杯子全都扫落到地，甚至抓起桌中央的酒瓶，猛地砸向地面，玻璃碎片四溅。我近乎疯狂地大喊：“吃！我让你们吃！这日子我不过了！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结果？我不甘心！”看着满地的狼藉，我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意，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。这些年，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不仅补贴家用，还辞职回家照顾了瘫痪的父亲3年，直到他去世。如今我已经42岁了，我的家庭还在租房住，老公和儿子也因此对我冷漠，而他们呢，却把我当作免费的保姆，真是可笑。在一片尖叫声和混乱中，哥哥和弟弟冲上来抓住了我，他们一人扭住我一只胳膊，我挣扎着，满脸的泪水和鼻涕。大哥对我大吼：“阿玉，快向妈道歉！”我挣脱他们的束缚，大声笑道：“道歉？我道什么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这些年来，你们什么都不做，只会在家吃吃喝喝，是我一个人照顾瘫痪的爸爸，是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家务。现在你们却要把所有的房子和钱都拿走，还要我负责养老，真是可笑。”弟弟皱着眉说：“姐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哪家的父母不是女儿在照顾的？女儿细心，自然要比我们照顾得好。他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计较呢？”泪水悄然滑落，流入嘴角，那份咸涩直透心底。我挣脱了他们的束缚，冷冷地说：“既然你们不计较，那妈以后就交给你们了。”母亲声音尖锐地反驳：“不行，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难道想让我早点死吗？”他这话倒是真心。想当年，他在我哥家帮忙带孩子，与嫂子之间的矛盾重重，甚至因此心脏病发。弟媳已然30有妻，却迟迟不愿生育，这成了母亲的心病。每次一提起，弟媳便会翻脸。然而这又如何？他还不是照样把金镯子送给了2个儿媳，把房子分给了他们。他大概认为，无论他如何对我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孝敬他，忍受一切。但他忘了，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也渴望爱与被爱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会永远在原地等待。当失望和伤痛积累到一定程度，离开的人便再也不会回头。就像现在的我，哥哥、嫂子、弟弟和弟媳都开始慌了。他们清楚，一旦我离开，照顾母亲的责任就会落到他们头上，这是他们都不愿承担的。新进门的侄媳显然没料到，第一次参加年夜饭就会遇到这样的场面，她害怕地躲到一旁。侄子则在旁边小声地安慰他。在他眼中，我或许就是个疯子，但我已经无所谓了。我不再想扮演那个傻子，也不再奢求什么母爱和亲情。每年的大年30，我总是抛下自己的家庭，一大早就跑来为他们准备年夜饭。回想起来，这真是愚蠢至极，而且这样的愚蠢，我已经持续了10多年。我的丈夫从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，也不让我们的儿子来。他说：“你一个人去做免费保姆就够了，我们不能全家都去做免费保姆。”现在想来，他的话真是至理名言。只有我被亲情这2个字束缚，还自以为是在无私奉献。其实我只是个愚蠢的傻子。如果我不来做这顿年夜饭，那就得由我母亲来做。我的嫂子和弟媳从来都不会帮忙，而我的哥哥和弟弟更是像大少爷一样等着吃。我心疼我的母亲，但又有谁会来心疼我呢？这个大年30，就是我与所谓的娘家人断绝关系的开始。哥哥冲我怒吼：“妈的财产，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，你无权干涉。他对你有养育之恩，
你就应该对他有赡养义务。他想去你那养老，有何不可？弟弟也冷冷地盯着我。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婆媳关系怎能和母女关系比？妈想和你一起，说明她依赖你这个女儿，你应该觉得幸福才对，真是可笑。说的好像他们俩不是妈亲生的似的，仿佛只有我才有赡养义务。我毫不留情地反驳他们，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儿子，如果觉得婆媳关系难处，那母子关系总该好相处吧？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尽孝啊，妈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。我的话音未落，妈妈就猛地冲上前，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扇了我2个耳光。白眼狼，我真该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掐死你，省得你现在来气我。我本就双眼通红，泪流满面，又突然挨了2巴掌，顿时眼前金星乱舞，头晕目眩。幸好及时扶住了桌沿，才没有摔倒。哥哥和弟弟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顾着去扶妈妈。妈，您千万别生气，他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疯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突然放声大笑，哈哈，好，妈，你这2巴掌打得真好，谢谢你，让我彻底死心。从今以后，我没你这个妈，你也没我这个女儿。妈妈一听这话，更加愤怒，又要冲上来打我。我用力一挡，她反而被我的力道逼退了2步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她嚎啕大哭，我真是造孽啊，怎么生出这么个不孝女？她还敢对我动手。哥哥怒了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，竟然敢推她。说完，他冲上来踹了我2脚，弟弟也趁机扇了我1耳光。我被踹倒在地，嘴角渗出血丝，但我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摔门而出。寒风凛冽，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，但我的心却远比这更痛。这是我40多年来心心念念的娘家，是我40多年来无私奉献的亲人啊！这40多年的感情，今天终于被这几巴掌打碎了，我也终于被他们打醒了。我要回家，回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。一路上，我充满了悔恨、怨恨和泪水。终于到家了，推开门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老公和儿子正围着火锅看春晚，听到我的哭声，他们都惊讶地转过头来。我扑倒在沙发上，尽情地宣泄着心中的委屈和伤痛。他们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老公忍不住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些年来，我确实忽略了对老公和儿子的照顾，他们一直觉得我过于偏向娘家，没有把小家放在心上。是的，我承认我过去确实没有处理好家庭和娘家的关系。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小家庭，和老公一起努力，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。今天早上，我还为了娘家那边的一大家子人的年夜饭而匆忙出门，却忽略了老公和儿子的感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是太傻了。当我抽泣着语无伦次地讲述完今天的遭遇后，老公和儿子看到我红肿的脸庞，气得跳了起来。他们无法想象，我为了娘家那边竟然会受到这样的对待。老公愤怒地跺脚，看看，看看，我说了你不听是吗？非得舔着脸儿去找气受。他撸起袖子，走，回去，我得去给他们讨个说法，不能让你这么白白挨打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冲了出去，16岁的儿子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我们3人迅速赶到了娘家，家门刚开了一条缝，老公就一把推开冲了进去。屋里一片狼藉，还未收拾，母亲仍在沙发上抹泪，家人围着她安慰。老公二话不说，冲上前就朝我哥脸上猛击一拳。我哥踉跄后退几步才站稳，老公还要上前，
被我弟拦住，于是他反身又给了我弟一拳，怒骂道：“你们这群白眼狼！阿玉为你们做牛做马，你们还打他？他为了你们连自己的家都不顾了，你们有没有人性？”我哥捂着脸，毫不畏惧地吼道：“你问问他，他敢推吗？该不该打？”老公听了更火冒三丈，又朝我哥扑过去：“该打是该打，他为你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干脆你们今天把我们全家都杀了算了。”他们几个很快扭打在一起，幸好我老公身材高大，对付他们并不吃力。儿子见状也想上前帮忙，但被侄子和弟媳拉住了。母亲完全惊呆了，她万万没想到平时对她百依百顺的我，此刻竟带着老公和儿子来娘家讨说法。直到看到我哥的鼻子被打出血，我弟的眼角发青，他才大声哭嚎：“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”嫂子见局面无法控制，慌忙拿出手机要报警。我心头一惊，这事闹到警察局就说不清了，绝不能让他报警。我试图夺回手机，然而嫂子却用力地将我推开。一气之下，我干脆装作晕厥，顺势倒在了地上，双眼紧闭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儿子惊恐地大喊，转向他父亲：“爸，快看看妈怎么了！”在紧要关头，亲情的纽带显得尤为牢固，他们纷纷停手，围拢过来。我哥嫂、弟弟还有我妈都愣住了。嫂子结结巴巴地辩解：“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”老公急忙冲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抱起我，冲着嫂子怒吼：“愣着干什么？快叫120！”随后，我便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。老公和儿子也紧张地随行。随着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，那个充斥着纷争与混乱的娘家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。在救护车上，老公和儿子一直紧握着我的手，直到我缓缓睁开双眼，他们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看着他们担忧的脸庞，我深感愧疚，对不起。泪水再次夺眶而出，尽管老公的脸上也带着伤痕，显得有些狼狈，但在我眼中，他此刻无比高大帅气。经过医院的简单检查，我并无大碍，毕竟我只是装晕而已。从医院回家后，老公重新点燃了火锅，我们一家3口围坐在一起，享受着难得的团圆时光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啊！这个大年30的夜晚，虽然我被打了几个耳光，但这些耳光却让我彻底醒悟，将心收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家庭。从此，我决定不再插手娘家的事务。对于娘家，我终于学会了强硬，因为我明白，过度的软弱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。我被救护车接走后，娘家那边竟然没有一个人询问我的情况，也许他们真的怕我会找他们麻烦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正好落得个清净。我甚至希望他们能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。既然我妈完全不为我考虑，那我和她的母女情分也就此了断。她的养老问题就交给她那2个宝贝儿子去解决吧。现在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我们这个小家庭中。儿子已经上高2了，他的营养和健康是我最关心的。于是，我每天都在家里为他精心准备营养餐。过去，儿子和我不亲近，主要是因为我总是忽略他，但他心里其实一直渴望着母爱。现在，我无微不至地关心他，他的心很快就向我靠拢了。老公的变化也很大，以前他总是抱怨我一心只想着娘家，忽视了他的感受，但现在我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中，他每天都乐呵呵的，一发工资就交给我。以前他从来不敢把钱交给我，因为我一拿到钱就会转手给娘家。而现在经过大年30的那场闹剧，
他知道我已经和他站在了一起，还对我大加赞赏。老婆，关键时刻你还是挺聪明的。如果你真的听你妈的，我们这个家可能就真的散了。我们一起坐下来，认真的规划未来。首先，我们决定要买房，趁着现在房价低，我们打算入手一套房子，改善全家的居住环境。我们看中了一套120平米、3室2厅的房子，在小县城的房价是5000多一平米。这套房子的布局非常合理，有一个主卧、一个次卧和一个书房，阳台上还可以做个玻璃房来养花，总价是65万。我们仔细算了算手中的资金，我老公这些年存了大约15万，我公婆过世时留给我的金饰，加上结婚时的嫁妆，大概可以变卖5万。这样一来，首付就基本无忧了。接着，我们打算向朋友们借个7、8万来装修，然后就可以搬进新家了。目标确定后，我们俩都决定要更加努力赚钱。我老公每天下班后都去开滴滴，而我在超市做收银员。虽然月薪只有2000多，但工作时间短，我可以下班后去朋友的夜宵摊帮忙，赚点外快。儿子则专心学习，为考大学做准备。我们一家3口齐心协力，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。1年后，我们如愿搬进了新家。那天，我们全家在新房里欢呼雀跃，我老公还开了香槟庆祝，儿子也兴奋地发了朋友圈。然而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就在我们搬进新家的第2天，我妈突然来访。她是我哥和我弟送来的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家的。一大早就来敲门。那是个周末的早晨，儿子一早就去补习班了。我和我老公因为前一晚忙到很晚才睡，当时还在床上，听到敲门声。我原以为是儿子忘了什么东西回来拿，就打着哈欠去开门，却没想到是我哥、我弟和我妈站在门口。我愣了一下，他们就已经推门而入。1年没见，妈妈看起来老了许多，想必她和哥哥嫂子、弟弟弟媳相处得并不融洽。他们几个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个大年30发生的事情，神情自若地提着行李走了进来。我妈在客厅里转悠了一圈，满意地点点头。这套房子确实不错，光线好，客厅也宽敞。我哥径直走进书房，四处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朝我妈招手：“妈，快来看，这个房间可以改造成一间卧室。”他们谈论着，仿佛这房子就是他们的。我站在门边，冷眼旁观，想看看他们到底能自说自话到什么程度。我妈跟着我哥走进书房，点点头：“虽然小了点，但还算可以。”这时，我哥才转向我，以一副老大的姿态说：“阿玉，妈跟其他人住都不习惯，还是得来你这儿。”我冷哼了一声：“哦，看出来了，你们都不欢迎他吧？”我弟皱了皱眉：“姐，你能不能别说的这么难听？什么不欢迎？妈心里就是惦记着你，非要来你这儿。”我冷笑着问：“怎么，他自己的房子不住了？”我哥的脸色有些不自然，他清了清嗓子：“妈已经把房子过户给我和你弟了，他就想和子女们住在一起，享受家庭的热闹。”我拍着手大笑：“哈哈，原来是你得了房子就把他赶出来了呀！”我哥怒了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”我弟朝他摆了摆手：“现在别说这个了，姐，这1年来，妈在我和哥家住的都不舒服，总觉得还是和你最亲，所以今天就送她到你这儿来了。她可是你亲妈，你总不能不要她吧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是亲妈。送大金镯子的时候，送房子送钱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儿就是外人；需要养老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儿
就是最贴心的了。挨巴掌的时候，也是我这个女儿最顺溜了。我妈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她有些愠怒地说道：“阿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把你养这么大，难道打你2下都不行吗？你就这么记仇？”一提起那些巴掌，我心中的委屈又涌上心头，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。别再说了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没有妈了，也没有兄弟了。你们请回吧。我妈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：“你竟然要赶我走！”我别过头去，不忍直视。这时，我妈掏出了她的社保卡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我又不是来让你白养的，我有退休金，1个月2000块呢。”还没等我开口，主卧的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老公阴沉着脸走了出来：“我们不要，2万都不要，你们去你儿子家养老吧。”说完，他二话不说，扛起客厅里的那几包行李就往外走。我妈被气得脸色通红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我哥指着我老公，愤怒地喊道：“有你这么当女婿的吗？居然把丈母娘的东西往外扔！”老公毫不退缩，对于好坏不分的人，没必要尊重。我弟上前想要争辩，但被我老公一眼瞪了回去：“你们俩也一样，一个个贪得无厌。你们买房的时候，一个问阿玉要了5万，一个要了8万。我们自己家买房都是借的钱，真不知道你们哪来那么大的脸。”听到这些，我内疚地低下了头。这些都是我当初背着老公偷偷做的事情，真恨自己那时候怎么那么傻，恨不得把整个家都搬到娘家去。老公又转向我妈：“当初爸瘫痪的时候，只有阿玉立刻辞职去照顾他，一照顾就是3年。你们知道那3年我们家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一个人又要当爹又要当妈的照顾孩子，还要出去挣钱。阿玉处处为你们着想，你们有没有为他想过？”我哥不屑地撇了撇嘴：“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，现在还提有意思吗？”老公冲他一挑眉，指着门口：“当然有意思，快滚！”我妈满脸哀怨地瞥了我一眼，我故意避开她的目光。她气急败坏地咬牙切齿道：“好好好，你们就这样吧，以后别再来认我这个妈。”我在心里冷笑，这样正好，省得麻烦。听着他们愤然离去，门被重重地关上。转眼过了半年，我的小姐妹和她的老公打算去外地闯荡，因此他们打算低价转让手中的夜宵店，标价10万。我在这家店里打工了这么久，几乎所有的手艺都学到了手，而且这家店已经有了一群稳定的客源，10万块钱真的很值。我和我老公都非常想要接手这家店，但资金问题却让我们犯愁。幸运的是，我和这位小姐妹关系非常好，当她了解到我有意接手时，很慷慨地提出可以让我分期付款，给我1年半的时间来付清这笔转让费。我欣喜若狂，终于我也有了当老板的一天。很快，我们就签订了协议，店铺正式交到了我的手上。我辞掉了在超市的工作，全心全意投入到了我的店铺中。为了节约成本，我对店铺进行了精简，辞退了2名员工，自己亲自担任大厨，而我老公也放弃了跑滴滴的工作，下班后就来店里帮忙。为了吸引顾客，我搞了一个新开业大酬宾活动，预存1000送100，预存2000送300，并且新开业的前3天酒水半价。这家店原本的生意就不错，再加上这样的优惠活动，那几天的生意火爆到我和我老公经常要忙到凌晨4、5点才能收工。虽然人累了一点，但是钱却像流水一样涌进。这家小店生意最好的一天，营业额竟然达到了1万。
看着手中一沓沓红红的钞票，我和我老公都笑得合不拢嘴。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，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了。才短短1年时间，我们不仅还清了小姐妹的10万块转让费，还攒下了几万块的积蓄。看着店里的生意如此兴隆，老公决定提前退休，我们夫妻俩一起努力，让生意更上一层楼。一个夏日的傍晚，天空中的余晖还未完全消散，店里的客人已经络绎不绝。我和老公一个炒菜，一个烤串，忙得团团转。就在这时，几个人突然冲了进来。我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，猛然间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，旁边还站着2个男人。我吓了一跳，手中的菜盘差点掉落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我妈，还有我哥和我弟。我妈比以前更瘦了，花白的头发让她看起来更加凄凉。她扔掉拐杖，跪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地喊着：“阿玉，阿玉啊，妈求你了，你不能不要妈了呀！这又是什么新的苦肉计吗？”周围的客人纷纷围了过来，好奇地看着这一幕。我赶紧放下盘子，去扶我妈起来。“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有话我们回去说。”但无论我怎么拉，我妈就是不肯起来，反而哭得更大声了。“阿玉啊，你难道忍心看着妈去死吗？你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小日子，不管妈了呀！”客人们越聚越多，甚至有人开始拿起手机拍照。我转向我哥和我弟：“哥、弟，你们带妈来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快把她拉起来啊！”我哥却没有理我，反而对着围观的客人说：“大家来评评理，我妹妹现在只顾着自己赚钱，连妈都不要了。你们说，做女儿的能这么狠心吗？”我弟也在一旁附和说：“可不是吗？妈最疼她了，妈想和她住在一起，可她竟然把妈赶了出来。”围观的群众开始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。我老公见状走了出来，他指着我哥和我弟质问：“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他已经把房子和钱都给了你们，你们还想把他送到这里来添乱？”一提到房子和钱，我妈的声音立刻提高了数倍，她竟然开始向我磕头：“阿玉啊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”我手足无措，只能使劲去拉她起来，可她紧紧抱住我的腿，无论如何也不肯起。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向女儿磕头祈求赡养，这样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，我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说清楚。我老公气冲冲地拉扯着我哥和我弟：“你们怎么如此狠心？”店里的一个员工怕事情闹大，赶紧报了警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将我们全都带上了警车。到了警察局，警察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，又请来了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调解。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情况，我这才了解到我妈这1、2年来的生活。原来，自从我妈宣布了财产分割后，那2个兄弟就迫不及待地将房子过了户。我弟和弟媳把他们分到的那套房子租了出去，每年能收1万多的租金。我哥和嫂子看着眼红，但他们分到的那套房还被我妈住着。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劝说我妈搬出去，让她在2家各住半年，然后他们也迅速把房子租出去收租金。刚开始的半年，我妈住在我哥家，虽然我嫂子对她并不友好，家里经常闹得鸡飞狗跳，但想着反正只有半年时间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谁知道下半年到我弟家住的时候，事情变得无法收拾。原因是我弟媳觉得我妈给了我大侄子20万，因此她也应该去大侄子家住2、3个月。然而大侄子新婚不久，小两口为了享受2人世界，
连孩子都还没打算要，又怎么可能接受我妈去住呢？于是弟媳心怀不满，整天在家指桑骂槐，让我妈伤心落泪。后来两兄弟商量着，实在不行就把我妈送到我们的新居来。可他们没想到，我和老公会毫不犹豫地拒绝，我妈只好继续在两家之间轮流居住。这回嫂子也忍不住了，开始对我妈冷嘲热讽。当初得到大金镯子和房子的喜悦早已消失无踪，一直以来，我妈在我面前总是保持家长的威严，但在两个儿媳面前却只能看脸色行事。这样的落差让她心里难以接受。有一天晚上，她被嫂子气得离家出走，在去我弟家的路上不慎掉进水坑，半天无法动弹。幸好被好心人发现，送去了医院，但他的脚却因此瘸了。嫂子和弟媳互相指责，两家人关系彻底破裂。无论我妈去哪家，都只能遭受冷眼。最后，她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，便让我哥和弟送她到我的店里来，甚至不惜下跪磕头，只求我收留她。可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？难道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他把一切都给了他的宝贝儿子和孙子，现在却想到我了。社区工作人员试图劝说我，那毕竟是你亲妈，你看能不能不计前嫌，让他去你家住算了。最终，在警察局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解下，我还是心软了。看着母亲那凄凉的模样，想着她曾经也是一个要强的女人，如今却落得这般境地，我终究于心不忍。老公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他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，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。于是，我们决定把母亲接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母亲一直低着头，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只是默默地扶着她走进了我们的家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老公依旧忙碌于店里的生意，而母亲则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她尝试着帮我们做些家务，但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我知道她的心里还是挂念着那两个儿子，每当提起他们，她的眼神中总是闪过一丝失落和无奈。渐渐的，母亲变得郁郁寡欢，话也越来越少。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，望着窗外发呆。有一天，母亲突然提出要去养老院。她说，她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，也觉得自己在家里无法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。我听到这个决定时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，这可能是她觉得自己愧对我们，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我们的负担。老公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尊重母亲的选择。于是，我们开始为母亲寻找合适的养老院。那是一家环境优雅、设施完备的养老院，工作人员都非常专业和友善。送母亲去养老院的那天，她显得有些紧张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。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说了声谢谢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在养老院的日子里，母亲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。她和其他的老人们相处得融洽，也参加了一些养老院组织的活动。我和老公也会经常去看望她，带她出去散步、聊天。虽然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提出各种要求，但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每当我想起当初那个决定把母亲接回家的夜晚，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庆幸。有一天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，说母亲想见见我们。我和老公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赶了过去。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时，他正坐在窗边，手里拿着一本相册，脸上洋溢着温柔的笑容。你们来了。
他轻声说道：“我想给你们看些东西。”他翻开相册，里面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照片，每一张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。他一边讲一边笑，仿佛那些时光就在昨天。那种感觉是如此美好和珍贵，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后来听说，总有几个年轻人去看望母亲，不用想我也知道，那是2个弟弟和弟媳。虽然经历上次事情后，大家就很少联系，但我相信他们是有良知的。就让一切不愉快都结束吧，生活总要继续，前方的路还很长。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体谅母亲的艰难，当然，我更希望每个母亲都能做到一视同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